你活着真好。败了！以军师之计，我们原本能将长风军赶尽杀绝，可谁知半路突然杀出来一名玄衣男子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他不仅解了陆城之困，他还和黎霜联手把使都将军给杀了。此人是何来历？看上去他不像是长风军的，而且我们安插在陆城的探子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，他就好像是凭空冒出来一样。玄衣男子，这确实是在我的筹谋之外了。军师，使都将军这一死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们要退兵吗？此战乃必胜之局，绝不能无功而返。我会向朝中上表，另派主将领军。陆城这块骨头，一定要砍下来。停！大人，这个李霜，竟然害本官沦落到如此地步，待本官回到京城，一定要禀告厉王殿下，狠狠地参他一本。大人，事不宜迟，下面有我安排的快马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走。李大人。这么晚了，二位是要去哪儿啊？大人趁兴夜游，你区区一个参军，岂敢如此质问清点监军？哎嘿，末将不敢，只不过要打扰大人的雅兴了。李大人，将军有请。将军，你应该庆幸抓到你的人是我，而并非李章义。否则你早就是一具死尸了。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说？敢孤身一人潜入火烧粮草，怎么会怕死呢？像你这样的死尸，陆城还有多少？姚国派你来到底有何目的？你跟李章义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既知道我不怕死，就该明白，从我这儿分不出任何事。随意对你没有半点好处。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最怕的不是死，而是活着。我刚从飘香院回来，李章义为了抓你，下令将飘香院屠戮殆尽，20多条人命无一幸免，包括胭脂。这个香囊，你认得吧？没一个好东西，有本事你就杀我！你要杀我！杀我！这香囊里的药草有凝神助眠的功效，我猜你有睡眠不安的毛病。
胭脂姑娘特意抓了药，还送你贴身带着，可见她对你的心意。只是她万万没想到，就是因为她这份心意，害死了自己。我从小就被训练成死尸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早就忘了当人是什么滋味了。可世上为什么会有他这么傻的人，愿意同情我，相信我，爱护我，给了我这20年来唯一的一丝真情。既然你知道胭脂对你的心意，就更不应该让他枉死。这世上枉死之人还少吗？只怪他蠢，非要选择我与他相依为命。他从前总是憧憬，有朝一日我们能离开炎花之地，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至今都不明白，在这乱世之道，能完完全全相信一个人，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？没关系，我亲自去问。胭脂姑娘临死前还相信你是被人冤枉的，你已经愧对于她了。若真这么死了，就更对不住她了。共处李商议，帮你枉死的姐妹报仇。姚国给你的任务，你也完成。李商议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，欲开城门，害死我陆城那么多将士。我一定会拉他下地狱。李章义对夜宿飘香楼以至于令牌失窃一事供认不讳，再加上云哥的供词，这次都跑不了。这种小人，万死不足惜。你遣一队人送李章义回京，我已经将此事经过写好了奏章，连同这2份证词一起送回京中，交由陛下裁读。是。对了，云哥的后事处理得如何？已经着人同胭脂姑娘一并安葬了。不过将军，他可是姚国的细作，这么做会不会有些不妥当啊？这乱世之中，又有谁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呢？不过都是可怜人罢了。季大人，有人来看你了。这里不是姑娘该来的地方，回去吧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来纠缠你的，只是听说你在战场上受了伤，来给你送点伤药。将军，近来可好？他一切都好，只是现在正忙着派人满城寻找金安呢，想必一时半刻也顾不上你。明明一片忠心，却落得个被监禁的下场，值得吗？
我追随将军多年，值不值得，不是1、2个字能说清楚的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双儿一向言听计从，可你明知道晋安深得双儿的信任，你却还要鲁莽行事。难道晋安对你而言，真的有那么刺眼吗？我身为护卫队队长，保护将军是我的职责。那个人身份蹊跷，我不得不起疑心。到底是疑心还是嫉妒？嫉妒能为双儿排忧解难的人，偏偏是他，而不是你。你还记不记得3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？那天我独自上山采药，没想到一时失手，差点摔下悬崖。抓紧！小心！我一直都记得你救我时英姿飒爽的样子。将军，这位姑娘自称懂医术，还采到了能治你毒伤的草药。当然，我也记得你因为双儿中毒，满眼慌张焦急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应该明白，原来你喜欢一个人，应该是那个样子的。他是我的将军，我对他的心意只有终身追随，誓死效忠，仅此而已，别无他意。还请姑娘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，以免被一些心思阿杂之人听了去，辱没了将军的清恩。那你又知不知道，一个人的心意，就算不说，也犹如川泽，难以止息。医馆还有人等我看诊呢，我先走了。伤要记得按时擦啊。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你救我的恩情，我一定要报。陆姑娘，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双儿派了人到处去找你，急死了。你受伤没有啊？啊？好着呢。长风军进城，百姓一窝蜂上街迎接去了，人太多了，一下把我冲散了。好不容易回来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我以为你被那个李章义给吃了呢。我没事儿。你有事儿？我没事儿。你没事就行。没事就好。刚才回来路上，听说季冉被下了大狱，你在这徘徊，是因为这事儿？我的确是来找双儿求情，
可我想来想去，实在是开不了口。既然你安然无恙，能不能求你帮个忙，跟双儿说一下，把人放了？你若心中有气，你打我，打我一顿，消气更好。陆姑娘，你这么做了，既然未必会领情。你这么对一个永远对你冷心冷眼的人，值得吗？这种事哪有值得不值得的？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想要为他不顾一切，急他之所急，想他之所想，哪怕只要能见他笑一笑，我就很开心。况且，他也救过我的命，如果我能为他做点什么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事儿既然本身固然有错，但究其根本，他也是为了将军的安全考虑。就像你说的，既然我安然无恙，再追究下去，反而显得小气。这么说你答应了？嗯。不过我还得谢谢他呢，让我获得了更重要的东西。进来。在等人？在等人。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擅闯城楼，要挟朝廷命官，不要命？那天我在军营里多嘴献策，途中呢出了点意外，没能回将军府。我本以为你会怀疑我，如此看来，你好像更担心我的安危。我很高兴。高兴，也得先活着才行。你被季然打落山崖，居然丝毫没有受伤。许是我命大，挂在了悬崖边的树上。哦，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我更印给你看，反正你也看过了。罢了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既然我平安无事，那就别追究了，放了季然。长风君治军严明，他擅作主张，本就该罚。可我身份本来就可疑，对他来说更是如此。要是因为这件事情辜负了他的一片忠心，好像不太值。每次我遇险，你都会出现，救我于水火，又何来不值啊？将军，大敌当前，我本不该此时将你看押，只是你跟随我多年，此番冲动行事，你可知错？知错。属下错在未得命令之前，擅自对其行事，使其险些丧命。但是，将军，大魏司真季安的身份未查清之前，他始终没有清白。我知错，但我不后悔。属下告退。
我至今都不明白，在这乱世之道，能完完全全相信一个人，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？他处处赤诚，却唯独不肯坦诚身份。许是有他的苦衷，就算刨根问底，也未必就能得知真相。或许有些时候，信任才是最大的真相。将军，探子来报，姚军并未撤离，而是在距路城20里处扎营了。据说他们还换了一个新的主将，叫赵景元。看来这帮贼子打算咬着咱们不放了。眼下粮草只够撑足4日，若他们只为不打，就能把我们拖死。秦岚，你带3个人即刻出发，前往永城，向永城求援。永城离肉城最近，援币和粮草2日即可到达。只要我们守住2日，绝世别有转机。属下领命。敬赵将军。敬赵将军。诸位，请。赵将军身为我大姚第一虎将，相信今日有将军坐镇，我军定能势如破竹。哎，军师过谦了，谁不知道军师你用兵如神，智谋无双。此次你我联手，区路城，必是囊中之物。祝将军旗开得胜！祝将军旗开得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军师，滚！参见大人。南关战事失利，还有鹿城之战你也败了。臣愿将功折罪。折罪，不过是贱命一条罢了。恕臣无知，因得臣一向钟情于太后，还请大人明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我这次来，就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。玄一客见到过了，是否觉得他似曾相识啊？他确实是像一位故人。可是邯郸王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怎么能？好消息啊，将军！今日黎明时分，姚军主将被人杀了，还在战场中央那儿立了一面旗子。现在姚军营中人心惶惶。何人杀的？目前还不清楚。报！
将军，不知何人在衙署门口放下这个盒子，还有一封信。打开。这难道是那个悬疑客干的？报，秦参军飞鸽传信。姚军突袭了宁兰，宁兰都丢了，不打怎么办？先等着，你说怎么打？你是怕了吗？实力。那个赵景元脑袋还在外面挂着呢，还滴血呢。谁带姚军打的宁兰呐？啊！行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宁兰是连接永城和鹿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，秦参军带回的一切都要从那里经过，兵马、援军、粮草。现在宁兰丢了，秦参军才是进退两难。还有，我现在就怕我们所有的部署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。我军的粮草现在只能支撑3天，如果夺不回宁兰，只能坐以待毙，恐怕鹿城也会丢。说的轻巧，姚军派兵2万攻陷宁兰，我军就倾巢而出。也才将够这个数，你要怎么打？何况现在我军守住鹿城已属不易，若再分兵，就算得到援军，鹿城早就丢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一屁股坐在这等死啊？等死比送死强。嘿，我告诉你，长风军只能战死，不能在这等死。就是，走了。这个柳云，临阵易主，还能应对自如，果然不简单。这是宁兰的地图，您在哪儿拿到这个宝贝的？有了这东西，咱们打下宁兰的把握可就大了。对，是啊，这下就好了。对啊，是。宁兰必须夺回，鹿城也不能丢。将军高瞻远瞩，我等敬服。多喝，来，多喝，喝啊，多喝。来，别吃了，喝一个。没事，弟兄们，夺下宁兰便是掐断了晋军的唯一生路。接下来，咱们只需要静观其变。就算我们围而不攻，等耗到他们弹尽粮绝，照样可以轻松将鹿城收入囊中。大胜指日可待，来，喝！哎，兄弟们，多亏军师大人神机妙算，力挽狂澜，我等往后愿为大人马首是瞻。愿为大人马首是瞻。骄纵之君，必显败相。我可不敢做你们的主啊！不如还是先蒋校尉一担重任吧。小人一时醉酒，得意忘形，还请大人恕罪。校尉慌什么？这将军之位多难得呀！小人不敢，小人愧不敢当。可军中不能一日无将。那么，其他人呢？参见将军。参见将军。使都赵景元2位大将忠肝义胆，为国捐躯。殿下已下旨后封遗属，告慰英灵。我军接连失了2位大将，皆因悬疑客之故，
然其雕虫小技，不足为惧。我军骁勇，以他一人之力，如何能撼动我大姚5万大军？未定军心，圣主钦点，擢升田大翁为护卫将军，执掌全营。希望在新将军的带领下，我军势夺路城，大姚必胜。势夺路城，大姚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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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势夺路城。将军，姚军又选出新主将了。姚军势头虽盛，可是如今已损2员大将，已经非同小可。如今需要定军心，就算他们现在换将，一定是十分谨慎的。可是他们现在大张旗鼓，属下觉得他们另有所图。眼下姚军最好的策略就是按兵不动。他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无非是冲着玄一可。将军是觉得他们在请军入瓮？这个刘运的计谋实在是厉害，步步为营。我们长风军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算计了，唯独玄一可的出现在他预料之外。换做我是他，也想尽快除掉玄一可，以绝后患。既然属下在。你点齐2000精兵，轻装随我奔赴宁兰。你和罗腾留守大营。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！现在整个宁兰被姚国围得跟铁桶一样，就算我们有宁兰的地图，无异于螳臂当车啊！请将军三思。这一战，姚军早已抱定必胜的决心，我们也只能死战到底。这2000个人姓名、家史，务必一一记录在册，来日送入大将军府，定有封赏。将军，无需多言，去吧。纵有垂天意，难脱金帆险。只愿洒热血3杯，一献太近，2寄长风，3望奉还于我父。不孝女，望父亲庭弟一生长安。你的遗书是半句话都没给我留啊！宁兰受困，你却只率兵2000，要是姚军知道了消息，定会出兵追击，将你赶尽杀绝。将军这是要以身作饵。我是一个将军，我身上有必须要担负的责任。况且我答应过臧不图，一旦开战，要守护宁兰的安全，绝不能失信于人。就算只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要去赌。那要是输了呢？若输了，便可破除我们身上的血气，还你自由。时至今日，你还以为我心中最重要的是那所谓的自由？你我本就一条命，你要拿命去赌，我不会让你输的。你只管分兵1万夺回宁兰，我替你拖住大姚主力。
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，在等我摊牌吗？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姚军已经出动了，陆程和宁兰，他们志在必得。无论你现不现身，他们都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不想再看到无谓的牺牲，也不想让你拿生命去冒险。从我上阵杀敌，闯入敌军大营，斩杀他们大将开始，我就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了。你不想我去冒险，那你又怎会不懂？我待你之心，亦是如此。答应，你要活着。玉柱将军大吉。将军，兵马已备，只是两辰实在太长，属下冒死陈情。将军有令，点兵1万，出讨宁兰。简，将军呢？这真的是将军的意思吗？将军，既然点兵1万，攻打宁兰。是。宁兰地势易守难攻，再加上姚军2万人马，此战不宜拖延，需速战速决。既然守好路程，2日之内粮草必回。是，将军，属下定当誓死守护。三军听令。